买东西一定要杀价，能不能打个折扣？或者是可以算便宜一点吗？或是买菜头要送葱？嗨，我是义务社公司安德鲁。有很多人去菜市场买东西一定要杀价，或是买菜头要送葱。有很多朋友把这个习惯带来医院，当然病人不敢问医师，就会问社工能不能打个折扣，或者是可以算便宜一点吗？这也不是不行啊。你知道看病什么费用最贵吗？看病通常可以分自费部分与部分负担等于医药费。自费部分就是指挂号费、诊断书、自费医药材的部分，这些是健保没有给付的项目。部分负担是医药费里面最贵的。如果以区域医院来说，门诊的基本部分负担有转诊是100，没有转诊是240。如果没有转诊，直接到区域医院看病，就要花费基本的钱是挂号费100，没有转诊基本部分负担要240，总共就是340元。哪一条钱最贵呢？就是基本部分负担最贵。让安社工告诉你，怎样可以合法的省钱。在台湾依全民健保法的规定，如果有下列3种状况，可以免部分负担。第一，你有重大疾病；第二，分娩；第三，山地离岛地区就医。还有一种就是符合社会救助法规定的低收入户成员就医，应自行负担的费用由中央社政主管机关编列预算补助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大肚子生产是不用付部分负担的钱。如果你在山地乡或者是离岛地区看病就医，也不用付部分负担的钱。以前曾经听过有些澎湖在台湾读书的同学，都搭飞机回澎湖看牙医，因为只收挂号费用。在医院中，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，还有一些特殊身份的朋友也可以免除所有部分负担。常见的有：第一，经离岛地区诊所转诊至台湾本岛当次的门诊或急诊；第二，健保卡上面有注记荣字的荣民，荣民遗眷之家户代表；第三，健保卡上有注记福字的低收入户；第四，3岁以下的儿童；第五，登记列管结核病患至指定特约医院就医；第六，劳保被保险人因职业伤病就医；第七，持邮政患者就医卡，或者是健保卡上注记邮政，身份之多氯联苯中毒者，以下称邮政患者。第一代的邮政患者之门急诊及住院，第二代的邮政患者之门及就医。第八，百岁人类。第九，同一疗程，除了第一次诊疗需要部分负担外，疗程期间内都免除门诊基本部分负担，但是复健物理治疗及中医伤科除外。第十，服役期间持有役男身份，
之替代役男含一般替代役男及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研发替代役男。以上具身份者可免除所有部分负担。如果领有身心障碍证明者，自各基层院所门诊之基本部分负担一律50元。如果有医院佛心、耶稣心来的，针对一些族群有特别的领域，还有免除挂号费用，看门诊可能真的是连1毛钱都不用花，因为现在没有1毛钱，最低是1块钱，这个是有可能的。有关重大疾病的部分，也是有很多人必问的问题之一。全民健康保险对象免自行负担费用办法第2条附表1，重大伤病项目共计30大项，最短的是1个月，最长的是永久。依疾病的状况不同，有些疾病5年需要评估一次。重大疾病是指政府公告的疾病，不是你自己认为很严重的疾病，那你当总统好了。有关于重大疾病的相关疾病，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。安社工也会把网址放在下面说明栏中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。需要符合 ICD-10 的诊断码才算数哦。在住院中，除了自费的医药材外，最贵的还是算是部分负担，因为是以整个医疗疗程中的费用，急性病房30日内10%，超过30日到60日20%，逾60日起30%做计算。慢性病房30日内5%，逾30日至90日10%，逾90日到180日20%计算，逾180日起30%。如果急性病房住院费用是10万元，住了30天，应该自行负担住院费用就是1万块。如果你住了31到60天，应自行负担的住院费用就是2万块。住61天，应该自行负担的医药费就是3万块。很多人会觉得医院很黑心，收那么多钱部分负担，很抱歉哦，应自行负担住院费用。这个部分负担是医院代健保署收费，不是医院收的好吗？医院只是代收。如果你有符合资格，医院不会小气，但千万不要欠医院的钱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